战牧尘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想到父母和妹妹都不在家，他就算回去也是一个人，还不如去表哥家里凑合过一晚，好歹有个人说说话。于是战牧尘直接去了周阳的家。周阳也是刚到家才给自己倒了一杯温开水，坐在沙发上喝着，听到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看到是表弟打来的，便接听。宝宝这么晚打电话给哥，有事吗？哥，你回家了吧？我想去你家里住，方便吗？周阳有点不解，怎么要来我这里住？你被你爸妈赶出家门了？你名下不是有房子吗？战家每一个孩子成年后都能收到一栋别墅以及一辆豪车当做成人礼物。战牧尘身为长子嫡孙，又是新的接班人，他成年礼收到的那栋别墅是兄弟当中最大的一栋，离战印长期住的那栋别墅不远，方便儿子回家蹭饭的。战牧尘后来又自己买了一栋别墅，一套大平层，大平层离战氏集团很近，走路上班都可以。他买那套大平层就是为了方便上班的。不过只要父母和妹妹在家，他每天都是回家的，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就能完全放松。我爸妈一声不吭跑去婷哥那边看戏了，贝贝在妍姐家里的公司实习，家里就我一个人，无聊的很想去你那里住一晚。周阳明白了，这个表弟是觉得被父母抛下了，委屈呢，想有个家人陪伴安慰一下。他笑着，我刚到家啊，你来吧，咱兄弟俩也好久没有一起聊聊了，今晚跟哥睡，咱们能聊到天亮。哦，不能聊到天亮，我明天要去东城出差，一早的飞机，今晚得早睡，你还是住客房吧。记起自己明天一早就要去东城出差，周阳改变了主意，让表弟住客房。哥，你也要出差吗？去东城出差大概去1个星期吧，回来了过几天就去 H 市，你婷哥公开身份了，他要忙的事太多，我得过去坐镇龙腾集团，那也是他的公司搭档，没空的时候他就要飞过去。怎么你也要出差？周阳听出来问了句，我是过2天才出门，咱们这些人出差不是常事吗？当总裁的人哪是天天坐办公室的呀，要处理很多事情也要出差的。战牧尘刚进入战氏集团时，出差的次数更多，他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父亲说，当家人都是这样，要从基层做好，磨练够了，也攒够了业绩，才能接管公司，成为当家总裁。也是，你到哪里了？自己开车还是司机？周阳担心通着电话会影响到战牧尘开车。司机开的，周阳这才放下心来。他问，小姨怎么会突然去了 H 市的？之前都没有听他说过，我妈就那样，心血来潮时经常拐着我。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俩一跑，家里公司里大小事都要我管，累死。哥当家人真的不好当。周阳笑道，那是肯定的，你还好有那么多弟弟帮忙分担，你主要是管着总部的事，还是很轻松的。况且还有苏萌，哥才是什么都要靠自己，没有兄弟可以帮忙分摊一下，妞妞又有他要担的责任，指望不上。他这辈子就兄妹2人各有各的责任及担子，真正说起来，妞妞的责任比他更重，他挑的是一个家族的重担。被周阳这样一说，战牧尘想了想后笑道，这么说我还是很幸福的，也是我那些弟弟们个个都厉害，能帮我分担不少。不过我让老2或者老3他们坐我的位置，他们却抵死不从，好像这个位置有毒似的。战牧尘抱怨，有时候他也不想当这个接班人。周阳笑道，哼，换成是我也不乐意，他们分担部分比挑重担轻松一点，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做他们想做的事。你就认命吧，你不干贝贝要干，你舍得让贝贝那么累吗？你别看贝贝娇娇弱弱的，他有着和妍妍一样大的野心。贝贝，大表哥我怎么娇弱了？他也会拳脚功夫，也英气逼人的好不好？一点也不娇也不弱，但在他哥哥们的眼里，他还是以前那个小丫头，需要他们护着，舍不得让他淋一点雨。哥哥们不就觉得这个小妹妹娇弱？战牧尘说道，我们家往上数几代都没有女儿，到我这一辈了，统共就贝贝一个女儿，哪能让贝贝那么累？他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但不会让他当接班人太累。不是他们否定妹妹的能力，是舍不得妹妹那么累。
贝贝和妍妍还是不一样的，妍妍打小就是大姐大的派头，兄弟都听她的，她性子又冷冽，打小沉稳接管家族事业，父母虽心疼却没有反对，她干得出色，风尘集团如日中天。她的兄与弟都说了，让他们当家未必能有她这个成绩。贝贝没有妍妍那份魄力，头上又有7个哥哥，哥哥们都很优秀，怎么轮也轮不到她来接班。哥哥们宁愿自己累点，都不会让唯一的妹妹受累。贝贝下面的那些堂弟们照样宠着唯一的姐姐，在家里贝贝想做点什么，都会被兄弟抢着去做了，进自家公司实习，根本学不到东西，兄弟都帮他干了。就是这样，他才会选择去了风尘集团。因为妍妍在公司里是个不讲私情的人，那就是了，认命吧，这是咱们的宿命。我早认命了呀，哥，我到你家门口了。行，我出去给你开门，这个点工人都下班了。周阳起身先挂电话，挂了电话后，他走出主屋，出去给表弟开门。他家里请的工人有住家的，也有不住家的。不过，不管是住家还是没有住家，都是晚上10点便下班了。下班后，他一般不会让他们做事，那是人家自由的时间。清晨6点，工人们就要上班。他家请的工人不多，主要是负责打理维护这栋别墅，因为平时就他一个人住，父母和妹妹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宛城。杨洋打开了别墅的大门站，沐晨从车上下来，让司机开车回去，明天早上再过来接他。他跟着杨洋进了别墅。哥，你家里也是安安静静的？晚上当然是安安静静的，平时我也一个人住。你比我幸运多了，至少父母都在身边，也就贝贝读大学了才离家，以前都还和你们一起。我妈在江城很少有时间回来，陆叔和妞妞也是。我想热闹点就是去你家里。杨洋这样一说，詹沐晨想了想后笑道，还真是，我很幸福。你当然幸福了，我也不差，我们都是幸福的人。不要抱怨，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最近公司还好吧？詹沐晨边走边答道，能正常运转挺好的，就是真的很忙。想起小时候，总觉得父母对我们的陪伴不够，等到自己接过父母当家的权后，才知道他们当初的不容易。现在让我和爸妈当年那样，每天晚上10点前下班回家，周末都休息在家陪伴孩子。带孩子出去玩我可能做不到，需要用力的挤压才能挤出一点时间。他今晚下班算早的了，往常经常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照常上班，累了休息10分钟，喝一杯咖啡，又继续处理工作上的事。周末公司是放假的，可他依旧很忙，除非父亲好心的提前1周接过他的部分工作，他才能真正的休息上2天。小时候觉得父母对自己的陪伴不够，等到自己当家做主时才知道不容易。周阳笑笑，咱们现在还没有成家立室，还没有挑起为人父母的担子，还是很轻松的，等到以后结了婚，当了爸，才能和父母那时候做对比。宝宝，你也27了，可有喜欢的女孩子？没有，我觉得我还是个宝宝，不着急结婚。詹沐晨笑了一下，唉，你才该着急了，大姨和我妈都急得很，上次那个副总就不错呀，我还以为你们俩能擦出火花呢。我看得出来，福老把你当成孙女婿人选了，似乎也瞄过我，可能是我和副总聊不到一块儿去吧，傅老才打消那个念头。詹沐晨虽然未婚，不代表他不懂得爱情，他这么聪明绝顶的人，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傅婉宁爷孙俩来詹家做客时，詹沐晨就感受到傅爷爷的热情了，对方是肖想他当孙女婿。不过现实原因很快就让老头子打消了念头，一是他比傅婉宁小一点，傅婉宁明确了不喜欢姐弟恋；二是傅婉宁不会嫁人，只会招婿上门，他是詹家的接班人，不可能上门为婿。傅老爷子就是想明白了，才打消了撮合他和傅婉宁，然后又重新盯着他家表哥了。说实话的，傅老爷子的视线从周阳移到詹沐晨身上，又从詹沐晨身上回到周阳身上，让詹沐晨不爽，替自家表哥感到委屈。表哥能力比他强多了，他那个偏心女儿的爸爸不止一次说过，表哥是个经商天才，眼光利得很，表哥投资的项目就没有失手过。
表哥唯一不如他的就是家庭背景了。虽说大姨是江城凤家的家主，但凤家的一切与表哥无关，姨丈又是表哥的继父，非亲生父亲，哪怕姨丈说了家产会分一半给表哥，在外人的眼里，表哥的家庭背景还是不如他这个真正的豪门阔少。但傅老爷子凭什么嫌弃表哥？在战牧尘看来，傅老爷子瞄了一下他，就是嫌弃他的表哥了。傅家是实打实的豪门不假，但傅家什么情况？傅老爷子心里没有点数？有人肯真心和傅婉宁过日子，不冲着傅家的家产去，傅老爷子就该高兴了。想必傅老爷子在东城那边也挑来挑去的了，都没有挑到一个真心想和傅婉宁过日子，不冲着傅家财产去的男人。傅老爷子才会瞄上了周阳。周阳自己有本事，不差钱，以后再继承陆东明一半的家产，他自己就成了豪门，他不需要盯着傅家的财产。以他的品性来看，他也不会盯着傅家的家产，所以是傅老爷子最理想的孙女婿人选。而且傅家人丁单薄到了傅婉宁这一辈，只有他一个，他连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就是他自己都是遗腹女。傅老爷子有什么好挑的，能让周阳喜欢傅婉宁就很不错了，还好意思嫌弃一下周阳。战牧尘是觉得傅婉宁不错，表哥和傅婉宁相谈甚欢，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他才没有说什么，顺其自然看事情怎么发展下去。这么长时间了，表哥和傅婉宁没有再见面，因为生意上的事有没有联系就不知道了。兄弟俩进了屋，周阳给表弟倒来了一杯水，坐下后他说道：我和傅总只是生意往来，他爷孙过来，我身为合作商又是东道主，当然要热情款待你们，别多心。傅老愁着傅总的婚事，只要他认识的年轻男子，他都曾经当成孙女婿人选的。我也能理解老人家的着急，他年纪大了，傅婉宁是有能力，但他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帮忙，凡事靠他自己。他妈妈娘家的那些亲戚又盯紧了傅家的一切，傅婉宁若是找了个没能力的男人，非但帮不了忙，还会拖后腿，找到厉害的又怕抢了傅家的一切。唯有与傅家门当户对，人品端正的才能真正成为傅婉宁的助力，只是这样的人少了点儿，傅老才会着急我和傅总聊得来。不过我们俩都没有那方面的想法，才见上一面，谁会想那些？除非是一见钟情，明显我和他都不是那种会一见钟情的人。周阳单身至今，其实也是眼光过高，他这种身份这种性格的人，不会随随便便就动心，一见钟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傅婉宁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不婚主义者，说过以后做试管生2个孩子当接班人就行，不要老公，那样就不用防着招上门的老公会图谋傅家的财产。哥，你要去东城出差，可以约傅总出来吃顿饭。周阳说道，我出差就是处理与傅氏合作项目的事，不用我请，他是他请我吃饭。战牧尘笑道，1个星期的相处，说不定你会发现他更多的优点。周阳默了默后说道，我并不拦着爱情来敲门，目前来说，我接触过的年轻女孩子，的确傅婉宁最对我胃口。